甘肃永昌，這是一片被時光雕琢的土地。今天我將踏上一段與歷史對話的旅程。懸崖之上，花大門石刻的古老佛龕靜默矗立，那些西夏僧侶安息的神秘空間，散發着悠遠的氣息。沿着歷史的脈絡前行，明長城蒼勁的身軀橫亘眼前，撫摸斑駁的夯土牆，戍守邊疆的沉重使命，仿佛仍在風中回響，守護着千年的山河。懷着虔誠的心走進聖容寺，只為親眼見證那震撼人心的天然石佛瑞像。而當暮色降臨，我選擇了一個特別的歸宿，在古老長城腳下露營過夜。沒有篝火，唯有無邊的寂靜相伴。躺在這歷史的見證者身旁，枕着風聲等待黎明，感受與古老時空最純粹的對話。今天就跟我一起開啟這段穿越千年的相遇。離開了民勤瑞安鋪，我就駕車前往金昌市永昌縣，距離132公里，駕車需要2個小時15分。我現在是來到了永昌縣，這裡是縣城以北的6-7公里處，叫做花大門石刻。這裡還有明長城。我們先來看看花大門石刻，也就是在這一面山壁上，它東西長呢是有1公里，高大概是有20米。你看，在這邊呢，可以看到一些細小的佛龕，但是石刻可能是距離比較遠，還看不清楚。我們走進來看一下。前幾天我還在武威那邊天氣很熱，現在來到永昌了，即使是在太陽底下，只要風輕輕一吹，還是感覺比較涼快。回頭看，這邊還有一座佛塔呢。這裡呢是有一條小路，我們繼續往前面走。這一路上看到有好多瑪尼堆耶，像這些呢也相當於是小型的佛塔。永昌縣縣级文物保護單位花大門石刻。為什麼叫做花大門呢？據說在夏天呢，這裡會出現一片花海，那剛好這裡是有一個入口嘛，所以叫做花大門。但是現在並沒有看到什麼花海哦。剛剛在下面的時候呢，我還以為要走很遠，其實很快就到了。這裡下方還有更多的瑪尼堆，走近一看，石刻就看得非常清楚了。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佛龕，它外面呢是刻着一個佛塔，這個也是。像這種小的佛龕呢，總共呢是有57個。這裡還有一個大的，叫做中心佛龕。那這一個個小的佛龕呢，它有什麼作用呢？其實是用來安葬以前西夏時期僧人的骨灰還有舍利。那麼從這裡繼續往西邊走2公里處有一座聖容寺，等一下呢我們會過去。那裡以前僧人的骨灰有一部分呢也是安葬在這裡。在中心窟的下方還有一座白色的小獅子。原來呢這裡是有一些階梯可以上到這個中心窟，看樣子它的寬度有1米多，高度也是有1米多。這個中心窟看樣子呢是有2米多深呢，裡面是放了很多佛像。最前面的這一尊呢是沒有頭部的，裡面呢就是一些雕刻的痕跡了。據說這裡面呢還可以看到佛字的西夏文，但是這裡並沒有看到在右側這裡可以看到一匹馬雕刻的。這下面有一條路，這是以前絲綢之路老的主幹道。那現在主幹道已經被遷移到永昌縣的縣城了。看完了花大門石刻，我們回到下面來看看明代的長城。這個地方確實非常乾旱看看這些地全部都開裂了。這裡有一塊牌子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長城永昌段。其實永昌是甘肃全省長城資源最多的縣之一。這裡的長城種類也是有很多，比方說有壘石長城、劈山牆長城、山險長城、壕堑長城等眾多類型
所以永昌縣呢是被稱為天然長城博物館。看一下前面的長城，看起來呢是非常的厚實啊。下面底部這裡啊，寬度大概有7、8米，甚至最寬的地方呢都有10來米了。上方呢起碼都有6、7米，而且看起來啊非常的高大。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呢，就非常清楚了。這個長城的泥土啊是一層一層被夯實的，而且這些泥土呢在夯築之前呢，都要經過太陽底下去暴曬，確保泥土裡面呢沒有微生物了。所以說這明長城啊保存了幾百年，上面呢一棵草都不會長。看一下這一邊呢就是雜草叢生，這前方呢看樣子啊是有一個村子。這種樹很適合在乾旱的地方生長而且呢長得鬱鬱蔥蔥。這個品種啊是叫做新疆楊。這個位置長城啊被攔腰斬斷，因為呢在這裡啊需要修一條路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。其實在永昌縣境內啊保留下來的明長城全長呢大概有100公里左右。這一邊的山壁上呢看起來啊就是怪石嶙峋。現在往回走，去下一站聖容寺。在聖容寺的東面呢，就在河邊這裡，我們還可以看到6體文石刻。6體文就是6種文字。在這一塊石碑的後面呢，還有簡介，總共是有石刻2方。左面呢，一方是有4行文字，每行6字。第一行為八思巴文，第二行為回鶻文，第3行為西夏文，第4行為漢文。內容就是佛教的6字真經。Om Mani Padme Hum。另一方有2行文字，上面是梵文，下方是藏文。就是在這裡了，隔着河流呢，所以說只能走到這裡了。把鏡頭拉近來看一下，還被玻璃罩給罩着，所以說看得不是很清楚啊。但是最下面那一行呢，還是看得清楚。Om Mani Padme Hum。現在在空氣中啊，是飄着很多楊柳絮，也就是類似棉花的這種東西啊。要是被呼吸進去的話呢，很容易打噴嚏。這就是玉山聖容寺的正大門，旁邊呢還開了一個小門啊，方便開車進去。酒肉蔥酒蒜，請勿入寺。聖容寺裡面的建築格局啊比較特殊，它不怎麼講究左右對稱。也許啊，是因為這邊的山形地貌呢是比較特殊，像這一棟呢就是屬於藏族的風格，而這邊的這些呢就是屬於漢族的風格了。雖然說聖容寺的歷史啊有1400多年，但是裡面的建築呢基本上都是新的了。這一座建築啊還是比較特別，下面是方的，上面呢是圓的。一般來說，在寺廟的大殿裡啊，都是供奉着佛像，但是玉山聖容寺呢，卻比較特殊。它最主要的殿宇啊，供奉的竟然是一塊石頭。我們走進來看一看，這一座就是聖容寺最主要的殿宇，叫做瑞相殿。北魏時，有一名叫劉薩訶的高僧，行走在今永昌縣水磨關一帶。他遙望玉山峽，突然停下腳步，面對崖壁禮拜，預言說此崖必有象現，若臨向原背，則世樂時康；如其有缺，則世亂民苦。意思是此地即將出現天然的佛像，佛像的變化會預示着天下的興衰。說完繼續西行，並於次年延聚於武威七里澗。85年後，玉山峽石壁上竟真的出現了一尊天然的無頭石佛像，人們特意安放了新佛頭，但每放必落。此時正是中國歷史上動盪的南北朝時期，
北周明帝時，在流薩河涅槃的七里澗出現了發光的石佛頭，安放後與佛身儼然一體。即時靈光普照，國泰民安。公元561年，得知此事的北周武帝下旨建寺，賜名瑞相寺。後來佛頭又無故跌落，無法安放，緊接着就出現了北周武帝滅佛和北周的滅亡。直到隋朝統一天下，提倡佛法，佛像又能身手合一。隋煬帝楊廣曾親臨瑞相寺禮拜，並改賜寺名感通寺。流薩河的預言一一驗證，這就是著名的涼州瑞相傳說，也是流薩河的佛教傳奇故事。在敦煌莫高窟5代時期開鑿的第72窟壁畫上，有各種豐富的刻畫和體現。聖容瑞相的出現，也是佛教中國化的開端。日本高野山親王院大英博物館也保存有聖容瑞相的古代文物。流薩河也成了可以比肩釋迦牟尼的佛教宗師。流薩河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西行取經求法，並最早歸國弘法度生的高僧。他比唐玄奘還早了230年。現在的聖容寺是西夏皇帝李仁孝來此禮拜瑞相時改名的，並沿用至今。這就是那一塊非常神聖的石壁了。大家看一下畫面的中間呢，像不像是一個人形？但是呢，卻沒有頭。看一下這一邊，這下方啊，是有一個仿製的佛頭。它的正品呢，現在是放在永昌博物館。再看一下這一面石壁，像不像是有2條腿，還有手部、身體，就是缺了佛頭那個位置。非常神奇的一面石壁。寺院後面的這一塊山壁啊，這些石頭呢看起來也是奇形怪狀。在這裡呢是有一條階梯，可以通往山頂。這山上啊是有一座北塔，也叫做大塔。這座北塔還是當年唐玄奘西天取經回來的路上啊，在這裡拜謁，並且主持修建了這樣一座塔。這裡還有一個天然的石窟呢。快要上到山頂了，這裡的海拔已經來到了1900多了。看看周邊的山，沒有樹，只有一些稀稀疏疏的草。塔就在這裡了，總共呢是有7層，7級浮屠，也就是佛塔。看樣子啊是有10來米高。現在往南邊的這座山上看，這個位置也有一座塔。這座塔呢，由於它體積比較小嘛，所以說大家把它稱作小塔。那對面的小塔呢，我就不上去了，因為看起來很高啊。現在從山頂往下面看，寺廟的裡面呢，看起來很乾淨，都沒有什麼樹木。那麼從上方往下面看啊，是不是覺得特別像是模型呢？剛剛我用無人機航拍的時候啊，往下面看，就覺得非常像是模型。看完了聖容寺，現在繼續往西邊走，前面還有一段更加震撼的岷漢長城。這裡有一塊文保碑，明長城永昌段，保護的範圍呢是向外延伸500米。那這裡啊已經是屬於紅山窯鎮了。剛剛過來的時候呢，經過了前方的一個村子，村名是叫做下安門村。那麼這一段明長城啊，就是在下安門村的北面，在這裡還修了一座塔台，可以讓遊客登高望遠。剛剛用無人機航拍了一下，感覺這一段明長城啊，還是十分的震撼啊。從這裡看過去，一眼啊是望不到頭，另外一邊呢也是。
長城來到這一段呢，也是被攔腰斬斷了，因為這裡呢也是修了一條馬路。等一下我們走到這邊去看一下啊，看看長城的內部構造。其實這一整段呢都是被鐵絲網啊給圍起來了，不過依然呢是可以走進來看一下。這一段怎麼是那麼的薄呢？那一段呢就是比較厚啊。那在這個位置啊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？難道這些泥土在以前呢是被挖走了嗎？這一段看起來還是比較特殊啊，裡面呢是有很多裂縫，感覺啊它像是一層一层拼起來的一樣。現在是下午6點鐘，陽光依然是這麼強烈，不過並不會感覺到熱。那晚上呢就在這裡露營了，這裡環境還不錯，剛好車子擋住了陽光，這裡有一塊陰影，那就開始做飯吧。今天晚上就煮2碗米飯，因為我要做一個很喜歡吃的菜，就是清蒸黃花魚。讓飯先煮起來，魚還在解凍，先把蔥薑切好。這是一條冰鮮的黃花魚，把它對半切開，因為我的鍋啊沒有那麼長，裡面的腸子啊都已經去掉了。然後這裡切2刀，這邊就還好了。這樣我的鍋呢就放得下了。現在把薑放上去，表面上噴上一點油。等一下飯差不多了就開蒸。可以先把水燒開。因為這裡海拔是有2000多啊，所以呢我是定12分鐘。如果說是在海拔低一些的地方呢，應該10分鐘就可以了。時間到，關火。现在把蔥花放上去，這是專門用於蒸魚的醬油啊，澆上一些，可以了，然後再澆上一些熱油，
這就是清蒸黃花魚，一道我自己非常喜歡的菜。開吃。